嘿，大家好，欢迎回来的 Growth Journal，我是 Ariel。最近我跟一个以前的 TikTok 同事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也一直在看我的频道，给我出了一个路子。他说 instead of 一直采访那些已经财富自由的人，可以试着反向思考，去问问大家为什么不财富自由。我一开始听到这个 suggestion 的时候是有一点抗拒的，我想会不会是找打？哪有人不想要财富自由？但最近呢，读了一些书，也受到一些启发，我重新思考这个 suggestion， 发现到一个有趣的点，不是财富自由本身难，而是大家不知道怎么理财，也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不懂，所以害怕，就不敢碰，甚至有点逃避这个话题。很多人上完班就已经很累了，好不容易周末休息，就想要做点自己舒服的事儿，追追剧，刷刷手机，很少会有人想要在终于休息的时候用来学习吧。But 如果你这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一直得给人打工了。我一开始的时候也觉得投资理财像一个大盲盒，里面有太多道道了，我想我肯定学不会，我又不是 finance background。但是15年前我老公给了我第一本投资理财书，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叫《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打开了我的投资之路吧，它教会了我一些基本的投资观点，比如说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让我从只会攒钱到慢慢的学会积累资产。However， 那本书只是起点，不是终点。Before we dive further， 我先给你们 share 一些比较有趣的数据吧。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美国硅谷的 engineer， 那你的年薪大概是平均20万一年，那你会需要5年才能存100万。但是你还得吃喝，还得生活，在硅谷 cost of living 这么高，一个人想要过得稍微舒服一点，一个月大概会花$7000。For sake of calculation， 一个月能攒3000，一年就是36000。那攒100万的话，需要28年。如果一个老师想要攒100万，需要89年。Restaurant worker 在餐馆端盘子，100万需要攒143年。我说这些数据就是想要表明一个点，如果你想要只是靠攒钱财富自由，那太难了。虽然赚得多的 engineer 会攒得更快一点，但是就算攒到了100万，在美国想要舒舒服服的退休还是不够的。15年前我就算清楚了这笔账，所以我知道我必须得学会投资。今天就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么多年的投资旅程，还有我是怎么运用这些书里面学的知识到我的投资和工作中的。咱们先从《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开始说。这个书的前3个知识点，第一个就是富人是不会为钱工作的，第二个就是 teach financial literacy， 教授金融知识，第3个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 经营你自己的事业。这本书里面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所有正在用工作赚钱的人都是在 rat race 里面，就是老鼠赛跑。他们一直在 repeat 同一个 cycle， 因为害怕没钱，所以去赚钱。赚了钱以后就 increase 你的 cost of living， 去买更好的车，更大的房子，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所以花的钱一直赶得上赚的钱，就得一直工作来 sustain 这个 cost of living。 我认知到这个 concept 后，我就越来越可以在很多人身上看到。比如说我以前一起工作的一个他收入很高，甚至过100万美元一年，但是他一直在换更大的房子，更 luxury 的生活，以导致于他的工作压力很大，因为他 cannot afford to lose the job。The key takeaway 就是 focus 在建立自己的净资产，而不是总是想着怎么来提高收入，然后花更多的钱。也是因为我知道这个知识点，所以这10几年其实会让我在职场的发展中更轻松很多。我很清楚的知道爬 career ladder， 拿更好的 title， 更好的 pay， 一直都不是我的目标和追求。只要我的 net worth 够了，我就可以离开职场了。这些年我专注的一直是建立我的资产 column。 书上教的是资产，它就是税后的，不是我们交的那个税，而是睡觉的那个税。我认为有用的资产是那些我不需要亲自在场为我工作的生意、股票、房地产投资、债券 or whatever you're investing that do not need your own effort， 这个才是我真正的事业，也是书上说的 mind your own business。以前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很清楚要把我的职业和事业分开，有太多人一生都在经营其他人的事业。《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里面一直在举例的就是一个 monopoly game 的 concept， 从开始有一点资产，借钱去买一个小公寓，然后小公寓赚了钱又去买大的联排别墅，最后买 single family， 然后再去建 apartment， 最后就变成房地产大亨。我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就是照这条路线去走的。我那个时候也很穷了，刚大学毕业才20出头，我也没钱，我的 savings
当时只有$20,000购买一个德州的投资房 which is what I did。 后来又买了第二个第三个投资房，也都在德州。我人在加州，但为什么不买在这儿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德州要便宜很多。加州一个投资房最起码$100,000起跳，而且很难拿到正的 monthly 现金流，这个对我来说风险就太大了，我就没敢买。随着我自己做房东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学到了2个大点。第一点，对于书上说的要用债务作为你的 leverage， 让你去可以买更多的资产，我觉得 it's a good idea， 但是要看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不是 trust you're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比如说我刚才举例加州的投资房，每个月正现金流都没有，很有可能你自己需要从 pocket 里面掏出来100到500去搭在这个房子上，你为的就是相信加州这个房地产它会涨，将来你卖的时候会赚钱。这个 concept 虽然很多人 works fine for them，但是也要看你自己带这么多房产是否还能安心的睡着觉。这个就是另外一本书 Psychology of Money 里面教我的。每个人可以承受的风险都不一样，有时候不是你的财经知识，而是你自己的家庭情况和你的遭遇会 determine 你能够承受多少借债的风险。第二点就是我学会了做房东，它不是一个税后收入，并不是什么都不用干的。很多事儿你需要承受它的困扰和风险，比如说 easily 可以遇到的，房子租不出去了，空的时候你会焦虑着急，房子要修了，小件儿还行，修马桶水管什么的几百块钱，大不了几千块钱。房子老一点的20年以上的就有可能会需要面对换房顶，甚至地基裂开了。Depends on 你的房子在什么样子的天气情况中，像我德州的房子就遇到地基的问题，反正这个是你就算有一个很好的 property manager， 他能够做的也只是给你找2-3家地基公司给你 quote， 最后还是得你自己付钱，你自己做决定要不要修如果不修会要承受未来的风险，如果修了你现在就得出钱。遇到这些做房东的难题，我跟我老公讨论说，为什么 Robert Kiyosaki 那个书上的作者他们夫妻俩就那么成功呢？后来我老公给我说了一个点，让我大彻大悟，就是怎么说呢？作者的夫妻俩做房地产投资确实是赚了一些钱，也让他们达到了财富自由，但是最后让他们暴富，变成现在这么富，不是因为投资房地产，是因为他们的书卖得好呀。眼球多就更多赚钱的道道了，比如说开课去参加他的线下活动，这些比他投资房地产赚的多了。总之，随着这10几年我作为房东投资房地产经历的这些事儿，还有我认识圈内的人，这些人是我的朋友，也是房东或者是房地产经纪人 property manager， 我跟他们谈下来他们经历的这些事儿，就觉得你的房子能够平平安安的出租，有正的现金流，最后你还可以拿一个全身而退，已经是需要一些 luck 的一件事儿了。书里面说的从小房子换大房子换 apartment 再换 hotel， 那个太理想化了，现实要复杂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刚才视频开始的时候我说那本书它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后面我又陆陆续续读了太多的财经书，真正的财商是把书里学的知识转化成你适合你自己的个性和你的风险能够承受能力的策略。我积累这些知识其实全靠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在San Jose，所以我需要 commute back and forth， 一天快要2个小时，这个路上我一直在听书，这个时间就变成我很有效率的财商课堂。这次刚好跟 Himalaya 有个合作，我就给大家争取了一个14天的 VIP 免费体验。Himalaya 这个 app 在任何手机上都可以装，随时随地听。里面除了有刚才说到的穷爸爸富爸爸 Psychology of Money， 还有很多财商书情商书，还有就是帮我睡眠的都有。蔡康永的201堂情商课我也觉得特别有用，在沟通和情绪管理上给了很多启发。这个也是穷爸爸富爸爸里面说的第4课，你的大脑比任何东西都值钱。我们常听一个 concept，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赚认知以外的钱，就算侥幸赚到了应该也留不住，所以要有财商知识，懂法律，懂投资。平时没时间看书，听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效率方式。点开我描述栏的链接就可以免费试听，一起走上财富进阶之路。接下来我们聊《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的第5课，税收和公司的力量。很多时候国家是因为打仗才开始收税，
比如说美国最早的时候是1961年，那个时候有南北战争 Civil War， 所以政府呢就先临时收了一点税。一开始是打仗应急措施，之后呢，政府发现他的钱就不够花了，靠原本的关税和消费税是不够的，所以美国政府就通过了 16th Amendment， 正式给联邦政府合法权利向大家收入个人所得税。打个比方，普通的上班族赚钱是这样子的，先赚钱，然后国家把你的税务收走，最后剩那点钱够你生活。大家应该非常 familiar。 那如果你开了个公司，那顺序就不一样了，先挣钱，然后把你的开销先减出去，比如说车费、饭费、旅费，只要它是 applicable business expense， 然后最后剩下的钱才需要作为收入来交税。书上说，富人就是用这个规则让收入先流向自己的公司，享受各种折扣优惠，最后才交一小部分的税。这个就是打工人和开公司的人最大的区别。但是注意，这个是书上说的。我自己也经营公司，因为我算是 self-employed， 然后我也有 investment。通过我这么多年交税，我知道并不是那么东西都可以 write off tax 的。公司报税的时候，能抵税的东西必须是普通而且必要的。举个例子，比如你的公司一年赚了10万，但是你报了9万的差旅费，那这个马上就会 cause 美国 IRS 的红灯亮警。减税的开支是要合理的，每一笔减税都要跟业务挂钩，而且你要留好你的字据、收据 receipt。 我就是分享一下了，因为书上说的稍微有点生硬。第6课，为了学习而工作，而不是为了金钱工作。相比一份薪水高但是学不到东西的工作，还是应该优先学习新技能。这边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亲身例子，我第一份工作在 Cisco， 我的工作很安逸，每天工作大概2-3个小时就可以默默的下班了，薪水不算太高，但是还可以。但是这个状态就让我很心慌，我觉得学不到东西，这个不能长久。所以我每天3个小时做完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后，我就去看看我们的 org 还有什么其他的 team 大概能让我觉得有发展机会。我就找到了一个 team， 他们是搞 merger acquisition 的。如果你在金融圈或者是在 tech， 可能知道这个 area 是蛮有技术性，而且蛮缺人才的。以前蛮缺人才的，现在我不太确定。Anyway， 我每天下班以后就去那个组跟他们建立好关系，然后免费，其实我就是还在8小时之内给他们打工。一开始做的很基本的活儿，比如说 Cisco 买了一个新的公司，然后那个新的公司要加入 Cisco， 需要准备新职员 orientation， 需要准备新的电脑，就是这些很基本的东西我都会帮着干。大概干了半年下来，虽然我最后没有拿到一个职位可以搬去 merger acquisition team， 因为他们不缺人，但是那个老板看到我的努力吧，他就把我推荐给他的另外一个 peer，在另外一个 org。 那个时候 Cisco 在建 cloud team， 虽然我的经验不足，但是对方老板 cloud team 那个老板还是要我了。因为去了那边，所以我有了后面的一切 career growth。还有 Cisco 付了好多钱送我去 training， 教我怎么做演讲，怎么做 project management， 怎么做 Scrum， 怎么做 Agile， 就觉得那个经验对我还蛮有用的。然后这个就完全 tie back to 这个 concept， 不是为了拿最高的钱才去做一份工作，而是为了学习新的技能。书里讲到的第7课也是最后一课，叫克服障碍。这个书上说，人们在财务失败上5个原因：恐惧、愤恨世俗、懒惰、坏习惯和傲慢。克服这些障碍的一些 strategy 包括将损失看为是暂时性的挫折，还有先养成支付自己的好习惯。这个 lesson 我虽然同意，尤其是支付自己的好习惯这个，以前每个月有固定收入的时候，所有的 paycheck 都是先拿去做投资 before the rest of the paycheck hits my bank account， 这个也是我的 automatic investment 的一部分。其他的那些点，比如说克服自己的恐惧、懒惰、坏习惯、傲慢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也是人。他说的这些都是人类的一些特点。我是有试着克服啦，但是我了解我自己，我的心理承受能力不算特别好，也不算特别差啦，但是绝没有书上想要我做到的那么好。这是为什么我几乎很少会投资个股，每天去追着它的财报做一些 day trade。 I cannot do that， 因为 I know myself。 我觉得 again 还是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和 strategy， 而不是逼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所以啊，穷爸爸富爸爸这里面这群课我觉得都值得参考，但是不需要照本照做。
书是起点，财商也不是一夜就能学会的。我自己这不是花了10几年还在摸索。如果你想要轻松一点开始呢，听书真的是最 easy 的方式了。别忘了我的 description box 里面还有你们可以14天作为 VIP 免费试听的 link。用喜马拉雅你可以去听穷爸爸富爸爸 Psychology of Money。如果想要创业的话，可以听世界500强的品牌故事，聊到苹果、星巴克、腾讯、阿里这些。还有最近在听一个关于 mental health 的，叫做当你开始爱自己，全世界都会来爱你。如果你有被这些书影响过，或者怎么看待财务自由，请在评论区跟我聊天。我平时听书有时候就是其中的几句话就会给我打开一些新的思路。真正的成长是把这些知识消化了以后用在自己的人生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自由之路。别忘了点赞、分享还有 subscribe。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感谢频道会员张庚、Sam 周、Anna 吴、Jason Cole、Nick 黄、Jeromas MM、Chow Tony、Rolei 曾，谢谢你们的支持。